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随时迎接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张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欧阳，停车！你们坐稳点。没事，去看他们。小心点。兄弟，兄弟啊！你要说什么？不要！昂哥，你不要动，救护车要到了。爸，小弟没事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啊！你不会有事的，你要站住啊！你不会有事的啊！爸，不要站住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要。把枪放下！快把枪放下！还是被你们逮捕到了。把双手举起来。在你生命里，有没有留下任何遗憾？我再说一次，把枪放下，把双手举起来。叫你举起双手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刚完成生命中最后一个任务，自残的那个混蛋，终于帮妹妹讨回一个公道。我生命到了这里，刚好没有遗憾，所以我也不是跟你们拼过。就算我死，也会把你们急救哥带走。所以我劝你们，
还是好好珍惜自己生命比较好。你以为你这几句话就可以吓倒我们吗？你太小看我们了。我爸怎么样了？我爸怎么样了？医生还在抢救。婉柔，妈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品良怎么样了？啊，品良怎么样了？品良怎么样了？说啊！医生说，小弟在意外中死了。医生，我先生他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清理了，可是病人有多个器官失血过多，对不起。我是小姐，快来帮我！走啊！我不要再看到你走啊！妈，快来帮我来！你奋不顾身去追张少奇，的确是尽了你的责任。可是造成这次的意外，你肯定要负责任。我建议你暂时休假。还有，婉柔现在的情绪很激动，我看你暂时不要去见她。怎么样？关于杀张少奇的凶手，你们有什么发现？我们到医院追捕张少奇的时候，时间那么紧迫，凶手怎么知道我们行踪呢？除非他当时也在医院，所以我怀疑龙牙组织还有其他成员潜藏在医院里工作。这个龙牙组织似乎对我们警方的情报也很了解。那我们逮捕张少奇的时候，他们这样可以预先得到情报，先把他救走。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到情报的呢？来着 ，IT 组的同事已经破解龙牙网站上的密码。他们怎么会有这些消息和资料？不止这些，我们在网站也找到了这些照片。里面有没有他们成员的资料？他们是以代号来进行对谈的，所以查不出他们真实的身份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可以查出有3个代号在网上进行沟通。第一个 Judge I am Fish， 第二个 Executor， 就是上次通报记者来报道爆炸事件的人。第3个 Ripper。那有没有办法查出他们之间的对话？他们太小心了，完全找不到他们对话的内容。能不能查出设立网站的人，或者通过网站查出使用者的身份？我们只查到龙牙网站的 server 是设立在东欧的一个国家，在这里找不到他们的基地。这个网站还能进入吗？已经关闭了。他们知道张少奇的电脑迟早会落在我们手里，自然会把网站关掉的。张少奇已经死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破解这个组织的线索。大猛，继续追查这个网站。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只要我们其中一个被捕，另外2个只要设法把他处决。少奇决定去冒险复仇的时候，他已经有心理准备，会有这样的下场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始终是死在我手上，这是我最不想要的结果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问我为什么要当医生。我
告诉他，帮病人打败死神的感觉实在太好。他说：“你的确有资格让我成为你的手术助手。”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在中东搏斗，从来都不肯轻易的放过任何可以挽回的生命。他本来是一个自信、有朝气、好胜的无可救药的家伙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们在沙漠避风沙的时候，他问我如果不当摄影记者，我会当什么？我跟他说我想当一个渔夫，买一个很大的渔船，到深海去捕鱼。他说愿意当我的副手，只可惜他有晕船的毛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？难道这个社会不能够容纳我们吗？我们是不是错了？我们一直坚持要完成理念，却牺牲了这么多无辜的生命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。要是我们在这个时候退缩，少奇的牺牲就没有价值了。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为什么要叫 Dragon Tooth？ 这象征危险、制裁，还有复仇，刚好代表我们3个人的心态。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个危险人物。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，肯定是个非常危险的人。一个懂得尊重生命，却要杀死该杀死的人，就是制裁。Dragon Tooth， 我们是最完美的组合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使命，进行我们艰难的任务。生死与共，我不言弃。Long live the Dragon Tooth！你是来探望我，还是心急想要知道验尸的结果？两者都是吧？有什么发现？这就是狙击枪射出的子弹，死者是被一枪击中胸口而致命。看来凶手的枪法很高明，有可能是一个擅长使用狙击枪的职业杀手。你们查到什么线索吗？目前没有什么头绪，不过我们怀疑张少奇是被龙牙组织成员暗杀的。龙牙？这是他们的名称。我们已经查到他们的网站，发现他们对我们警方的内情了如指掌。这帮人心狠手辣，连自己人也不放过。他们这种目无法纪的嚣张行为，简直无视警方的存在。如果我不赶快将他们歼灭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受伤害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突然间想到了婉柔跟她家人，我为她感到难过。下班我们一起去看他吧。
婉柔，婉柔，怎么样？我不舒服，要不要休息？没事。你不要逞强了。你真的那么关心我，那么为我着想？如果你在意我的话，为什么当时不顾一切的去追捕凶手？他们不应该有今天的下场的。我原本有一个温馨的家庭，可是1天之内，我爸、我小弟都死了，我妈妈却因为这样躺在医院，是因为你要成英雄，杀人凶手，你给我走，我不要看到你，你给我走啊，你给我走啊，杀人凶手，你给我走啊，你给我走，杀人凶手，你走啊，你给我走啊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啊，我什么都肯做的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，不要见到你啊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我不要看到你，你给我走啊，走啊。没想到婉柔一家人的幸福，在一瞬间完全被毁掉了。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我更觉得应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有心事？不如我们离开这里，到个新的地方过新的生活，好吗？你怎么突然想离开啊？可能我没有跟你说过，我一直都很向往可以过简单平凡的生活。如果我可以放下这里的一切，跟你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那有多好？你怎么会突然间想起这个念头？再说，我觉得要过怎么样的生活，选择在自己手上，根本不需要离开这里。我看到欧阳跟婉柔变成这样子，我突然间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我怕会失去你。你明知道我是不可能离开的。为什么？这里有什么东西你放不下的吗？聋哑组织。消灭聋哑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就算你消灭了聋哑，还有很多组织会出现，没完没了的啊。如果我们真的离开，以后我一定会不断重复地问我自己，为什么当初没有完成这个任务？西纯，希望你明白，身为警察，我有必须完成的使命。或许我办完这件事以后，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。已经10几杯了啊！那你能不能停一下啊？振作点可以吗？我认识的欧阳不是这样的。我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，我以为我自己的驾驶技术很了不起。我以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亲手抓到张少奇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子害死人。我害死婉柔的家人啊！我没有用，真的没有用。
那天我和我的太太出去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她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。那你打算怎么跟她说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是，我先走。我跟你一起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们之间已经完了，你给我滚！滚啊！哎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干嘛打女人？关你什么事？放手！放手！赵美心是在找你吗？你为什么不去见她？她是我的女人，就算她死了，也不关你的事。她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竟然不管她的生死，这个混渣！去死啊！赵美心在找你吗？不要动！我是警察，要不要报警？不用了。见过他，什么时候？昨晚在派外面，刚好看到他跟人家打架。初步估计，死者死亡时间大约是凌晨3点到5点之间。死者左手掌上有一道被硬物割伤的血痕，他的右手肘有一道被刀子之类的利器割伤的痕迹，后脑也有被硬物砸伤的痕迹。死者胸前也被刺了3刀，其中1刀刺进了心脏。是致命伤。死者性器官也被切除了，凶手应该是用剪刀之类的利器来切除他的性器官。这个凶手应该跟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会不会是牵涉到情爱的纠纷呢？表面上看呢，可能是一宗情杀案。垃圾袋上有3道裂缝，我怀疑凶手是透过垃圾袋往死者胸口刺下3刀。但是周围没有打过架的痕迹啊，这是藏尸地点，不是凶杀现场。照理说，凶手应该是在凶杀现场就把尸体包裹起来，才把它搬到这里丢弃的。可是从这垃圾袋的3道裂痕看来，凶手应该是在这里才刺下这3刀的。可能死者被带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死。没错，我们假设死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杀的。当时凶手以为死者已经死了，于是就把他的尸体运来这里丢弃。真不知道来到现场，却发现死者还没有完全死，于是补上致命3刀。好，大家四处搜一搜，希望能够找到线索。
资料显示，死者叫梁楚，本名楚良纯，今年25岁，单身。这里就是我租给Leon的地方，他在这里住了多久？大概2年多了。秘书美阳，你们搜查房间。迪伦，我们搜这里。怎么了？我对漂白剂敏感。看来不久前有人曾经把厕所彻底的清洗了一番。你们看，有听到吵架声，而且很大声。吵些什么？吵些什么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听得最清楚的是那个女人骂他是鸭。小二。警察，重案组，你们这里有个公关叫李安吗？警官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，有什么事你问经理好了。经理呢？经理来了。第一轮重案组，我 Madam， 你是这里的经理吗？是的，警官，发生什么事啊？Leon在这里当公关吗？没错，不过他还没来上班呢。对不起，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，已经证实了他是被谋杀。他死了。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，方便吗？没问题。警官，我们这什么都不知道的，我们只是在这里当实习生而已，并不是什么公关，所以跟李勇不是很熟。梅亚，抽大麻跟当男妓会做多久了？哇，我看没有5年，也有2年吧。警官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跟Leon的关系怎么样？你不喜欢他？他这么红，我们不喜欢他也不奇怪啊。Leon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冲突？他最近好像跟经理闹得很不愉快。昨晚为什么和Leon发生冲突？是关于钱财的问题。怎么说呢？一直以来他所赚的钱，我都是抽用40%，可是昨晚他却说要降到20%，我当然不肯啊。他就威胁我说要离开这里，要自立门户。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吵起来的，结果事情也谈不拢，他就离开这里了。那你昨晚为什么在那间 pub 外面出现？当年要不是我悉心栽培他，他怎么会有今天呢？现在翅膀硬了，翻脸不认人了。我越想越生气，所以就到 pub 去找他理论。怎么知道他先动手打人，我才跟他打起架来。所以你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都是你手栽培，可是他却忘恩负义，你就不甘心？警官，你不要误会啊！虽然我是很不满Leon，可是生气归生气，我是不会杀人的。那你知道Leon曾经得罪过谁吗？Leon几乎得罪了我们这里全部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人又帅，嘴巴又甜，顾客全部都被他抢光了。我们这里有哪一个不眼红？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叫Melinda的顾客，他曾经连续光顾Leon好几个月，可是后来Leon却不肯做他生意，他就3天2头到这里纠缠着Leon，说不定Leon的死跟他有关。小姐，嗨，你好。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重案组，请问Melinda关在吗 ？Sorry， 关小姐在开会。我们需要马上见她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如果这个月的营业额没有增加20%，
我叫你们自动交上辞职信。关小姐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扰吗？对不起。警察，重案组，我们有一宗谋杀案需要你协助调查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去那间俱乐部，只不过是为了消遣，并没有跟任何人扯上关系。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和利昂的关系非比寻常，而且你每次都会指定要利昂陪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善解人意啊。所以你就心甘情愿地花一大笔钱在他的身上，也买了不少名贵礼物送给他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花钱是我的自由。我劝你还是跟我们合作，否则这一切将对你很不利。我向他讨钱。多少钱？5万。我昨晚到那边找他讨钱，可是他却赖账，所以就吵了起来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还钱，5万块，1分也不能少。那笔钱又不是我跟你借的，是你心甘情愿的倒贴给我的。再说，也只是5万嘛，又不是50万。我陪你那么长的时间，才5万块，算是你赚到了。已经完了，你给我滚！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你们还想问我什么吗？因为廖安不肯还你钱，所以你对他怀恨在心，你就对他下毒手，是不是？我从来都不为钱烦恼，怎么会为了5万块而杀人呢？不是为了钱，那应该是为了情吧？你想独自占有利用，可是他不愿意。又3番4次的羞辱你，结果你在强烈的占有欲下兴起了杀人动机。不，我和他只不过是金钱上的交易。你真的认为我会对他认真？我才没有那么傻。谢谢你的合作，你可以走了。谢了。对了，如果你下次要找我问话，请不要到我办公室来，我不喜欢被人家干扰工作。你怎么看 ？Melinda 和 Leon 不只是金钱上的交易那么简单，他是为 Leon 动了真情，所以他有杀 Leon 的动机。只可惜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足够证据证明他和命案有关。根据 Leon 的同事所说，刘汉生和 Leon 之前的纠纷不只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一个女人。显然，刘汉生之前在说谎，隐瞒了这一点没说。他们2个之间很可能有情爱纠纷，所以他有可能杀Leon。这个女人肯定不是 Melinda。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个女人找出来，或许她可以提供线索。妈，喝粥。妈，你不能不吃东西的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你爸跟弟弟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啊？他们不会来的。你爸答应过我，等炳良去了美国，我们就会飞过去那边看他的。妈，听我说，他们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们都死了。不，他们不会死的，他们不会死的，是真的，你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他们不会，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我是医生，妈，你不能有事的，妈，我不能失去你的，妈。
跟你本来拥有一个甜美的梦，可是你却亲手把美梦给毁了。现在我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，我多么希望能从噩梦中惊醒，可是我却不能，因为那不是梦，是残酷的现实。婉柔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把我爸的小弟还给我。做不到是吗？那你就永远不要来找我。有人来认领杨的尸体，他走了没有？还在里面。我们是警察重案组，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叫什么名？李美心。那你跟死者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你记不记得前天晚上凌晨12点到4点之间，你人在哪里？李小姐。我是杀利勇的凶手。李小姐，请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。我跟利勇认识已经4年了，原本打算储蓄一笔钱之后就移民到美国，可是没有想到。没关系，慢慢说。我们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本来是很开心的。2年前，利勇突然跟我说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他需要赚更多钱。结果，他跑到俱乐部去当公关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我很伤心，可是利勇他一直跟我说，这是为了我们将来好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接受他的选择。那案发当晚，你是不是去找过他？他很多天都没有来找我，所以我就去找他。那是几点的事？凌晨1点左右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来这里找我！你是听不明白，还是故意跟我作对？你都几天没有回家了，我真的不放心，所以我才来看你的。好啊，你看到了，可以走了吧？我有事要跟你说，说完我就走，可以了吧？说，快点说啊！利恩，我有了。你告诉我这在干什么？你应该告诉刘汉生才对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当我是笨蛋啊？你跟那家伙的关系不清不楚的，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。你在说什么啊你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难道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我就是不了解啊！你给我挂！贱女人！你从来没跟别的男人搞大肚子，就来找我认账，你当我是凯子啊？你们走开啊！
这个荡妇，这个贱女人！贱女人，给我去死吧你！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是我把利友杀了的。我自己也很后悔，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子的事？是你把廖恩的尸体丢弃到垃圾桶。廖恩却突然间醒过来，你发觉他还没死，所以你在他胸口上插了一刀，对吗？是我刺了他一刀。那我再问你多一次，你总共在廖恩的身体上插了几刀？1刀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来，麻烦你去外面等。对不起。不能没有你的，你是一心二妈，我不能失去你的妈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像一秒撕开诡异的光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尘都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一个也不放，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，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